爷，哎呀，你们怎么不进去啊？你们人多，根本没带回来。闺女啊，哎，给你添麻烦了啊！没有，哪儿的话呀，一点都不麻烦，爷爷。说这个什么议定监护人，还非得要这个公证啊？那当然了，肯定是要公证的。嗯，我吧认识一个熟人，他在这个担保公司上班，他跟公证处的人呀可熟了。上次啊，他带我去做公证啊，根本就没排队，打了个招呼就给办了。等会儿，爷爷，您上次公证什么呀？啊？哎呀，按说我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些的。什么事儿啊，爷爷还不能跟我们说？这是国家机密，不能泄露的。爷爷，您跟我们说没事儿的，我们一定会保守国家机密的。没事啊？没事儿。能说？能说，爷爷您说吧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前些日子吧，我突然接到公安局打来个电话，他们说我搅进了一桩什么大案子里头。我说我都这样了，我还搅进什么大案子？他们说公安局马上要来查封我的房子。我一听我急了，我说你们查封了我的房子，我住到哪儿去呀？他们说也可以呀，让我先交一笔保证金。我没钱呐，我说我没钱呐。他们说还有另外一种方法，就是把我的房子呀，抵押出去。那您就答应了？嗨，他们证明我清白以后，过段日子房子就还给我了嘛。在抵押期间，我还可以继续住在我的房子里头，不会有事儿的，没事儿啊。爷爷，这事儿您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？他们不让说嘛，他们规定，包括子女、家属都不能说的。我，这是保守国家的秘密。爷爷，我们都是律师，我们接受过保密教育，有为客户保密的义务，所以这事儿您可以跟我们说，没事儿的，您接着说吧。他们让我去找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是做担保的，叫小江，是他带着我去公证处把房子做了公证的。那这个公证的内容在哪儿啊？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？都在这儿呢。这是一份贷款协议，是一房子做抵押的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爷爷，我问你一下啊，这个优盾是谁给您的呀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都是那个小江指导着我办的。他们还给我转了400万，在我账上，他们说先放我这儿，作为我的这个保证金，等这个案子查清了呀，房子还给我了，再把这钱收回去啊。爷爷啊，您刚刚提到小江，小江的全名叫什么？他在哪儿上班？您知道吗？哎呀，这我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让他们给骗了呀？那400万他们很快就转走了。爷爷，您别急，您别急，不行，您先别急啊。麦飞是律师，咱们应该相信他。您别急，您慢慢说，行吗？我不急，您别急，我不急，您别急，您别急。我让他们给骗了，我今天请假了。我知道，现在人手实在不够，他们全去银行了。我现在缺人帮我写一份冻结申请文书和代招纪要。那行吧，那我晚点过来好吗？爷爷，我现在打电话。快打电话，爷爷。财产线索，法庭上报财产资料，后续流水账号核对，找出新账号。
说的啊。说这种事儿特别多，而且是专门给老人设计的。警察现在接到的报案类似案件30多起，都是他们家这一片，都是被骗走了房子，而且有的老人的房子已经被卖掉了。哎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好好的想想办法，好吗？我能不着急吗？我本来是想把爷爷的房子给租出去，然后拿着租金送爷爷去养老院的。那如果我们打官司呢？这个官司根本没法打。这个套一看就是专业人士给设计的，一般不懂法的人绝对想不出这么合法的骗人办法。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到办公室再说吗？我怕会出人命。这个套真的是太合法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特别着急，这个委托书要赶紧撤掉，不然的话，房子真的被卖了就来不及了。你让麦飞明天上午去司法局投诉，让司法局给公证处打电话，要求撤销这份委托书。然后让麦飞去公证处找到骗子当时带他爷爷去公证的录像。关键是刚刚您也看到了，还有一个贷款协议，真的签得非常的糟糕。如果爷爷不能按时还款的话，他们是可以跟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的。麦飞报案了吧？报了。去派出所拿着受案回执，让法院暂停执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事吗？没事儿。那个罗老师，谢谢您，晚安。那里。喂，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这就回家。何塞给咱们找个地方住，他建议我们暂时先住到这里。我呢，把地址发给你。我觉得物业和保安还都挺好的。那我就走了。我们家这几天特别吓人，每天睡到半夜了，就不知道是谁在底下按门铃。没事，我这儿安全，他没有人知道我在哪儿。今天一回家，门板上挂了一死鸡，我姐当时就吓疯了。我姐是属鸡的。这都什么下三滥的手法呀！你住哪儿啊？我上我姐那儿住去，正好我姐夫去世了，我也去陪陪我姐。啊，对了，那个淼淼啊，她要是没人照顾，你就放我姐那儿去，反正这都住一个院里，方便。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